是大同银行的合同，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在上面做了修改，签字。算出来没有？哦，已经算清楚了。这个你看一看。自从四面山轮船公司开运以来，合计一共亏损了17万元左右，平均每天的亏损将近2万块。也就是说，4家轮船公司合计亏损了将近70万。是这样的。这商战一开，钱就是弹药，这才刚开始啊！怎么，董老板，这刚开始就怕了？哪里的？我啊，这就是发发感慨，这花出去的毕竟是钱嘛。董老板，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，周汉良又降价了，1.2块。1.2块？是啊，1.2块。咱们刚一改水牌，他直接就降到1.2块了。这说明这周汉良是有备而来啊！1.5块，那可是咱们4大轮船公司的底线了。那周汉良肯定是算过，但是他知道咱们的底线，他的底线到底是什么呢？董老板，你的毛病就出在这儿。底线，什么是底线？做生意有底线，做人有底线。记不记得当初水泡货竞标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你从福民洋行陆老板那里知道了底线，你想加5000两的银子，2万两抄周汉良的底，结果你输了。为什么？做生意就跟赌命一样，命在就得赌下去。你有底线，他周汉良没底线，他只要命在，他就跟你拼到底。他只认结果，所以他能赢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但我还是想知道，这周汉良他到底打算花多少钱跟他们打这一仗呢？董老板，这话得问你自己，得问4大轮船公司。我入这个局是你拉进来的，那你告诉我，跟周汉良这一仗，你到底要花多少钱？那范先生准备花多少钱呢？我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大成银行有多少钱，我就准备花多少钱。他能豁得出去，我就一定比他还能豁得出去。一毛一毛的降，多没意思。咱们多降点，玩呗。要买的赶紧过来排队啦！赶紧排队啦！哎，老张，你看又降价了，真有意思，看谁能先降到不用钱。这以后啊，坐船都不用花钱了。走，进田去。这是胡闹，简直胡闹！我们大厂已经赔进去几十万了，这样无休止的打下去，什么时候才是尽头？愚蠢！董老板，这不是商战，是烧钱，明白了吗？是烧钱。如果说票价定在1块钱，我们花旗轮船公司的损失将增加15000块钱，你们说降就降，这个损失谁来承担？你要说到损失啊，这个大家彼此都有损失。那可能我伙计的损失还更大一点，因为我就宁波这一条航线，
这么损失下去，我可能全部家当都没了。那你们不一样啊，你们不只就上海宁波这一条线，大昌、花旗还有泰和，你们3家公司几乎把持着中国沿海和内陆的所有客运航线。你们在这儿损失一点，那不过是9牛1毛，对不对？在其他航线，你们依然是旱涝保收的呀。但是，如果周汉良要赢了，会是什么结果？那会是一个连锁反应，所有人都会效仿，也就是说，你们所有的航线都将遭受到挑战，你们在华投资利益就无从得到保障。那我和范先生是为谁而战啊？其实是为了你们，为了你们的利益。啊，那个，刚才卡尔森先生有句话说对了，商战就是烧钱，谁要想赢，就看谁敢多烧钱。难道我们4大航运公司的钱还比不了他一个周汉良的吗 ？You know？ 那么我想搞清楚，1块钱是不是最低价？要撑多久？我们还要赔多少钱？如果周汉良不肯就范，票价是否还要加？卡尔森先生，你的问题太多，我可以明确的回答，不知道。记住，我们谈议价合同的时候，有一条你们不要忘记：谁想介入这条航线，我们就置谁于死地。现在周汉良来了，他就必须死。还有，我向你们保证，只要这一仗赢了，周汉良滚蛋。定价的事儿你们说了算，5块、10块都行。我觉得你不像是在做生意。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不同。赚钱，你有兴趣，我也有。可是我更大的兴趣是杀人。到老及各位股东们已经在宁波相会聚齐了，共同商讨。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你替我去看看你嫂子。以后天天都去看。知道了。票价最后1刻我达到了1块，话可是你说的，1块的票价是咱们保本的底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再打下去，四面山轮船公司就开始亏本了。我们的传统历来是稳扎稳打，积少成多，以小博大。可这次好像味道变了，一上来就拉开了决战的架势。先是拒绝谈判，打破齐价合同，接下来是轮番降价，将对方逼到了悬崖，而我们自己呢，也陷入了困境。这样下去，风险会越来越大。阿良，四面山轮船公司是你挑的头，
我们信任你，听你的，你有勇有谋，不惧怕洋人。但我多句嘴，这里毕竟不是四美公所，洋人没有拿枪顶着咱们的头，他毕竟是桩生意呀。我觉得一开始应该坐下来和他们谈判，谈判就是妥协，他们让一让，我们也让一让，也许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自打道光20年，广州开战，直到现在民国，我们国家和洋人谈的次数还少，可每一次都是割地赔款、丧权辱国。人家谈判是有条件的，洋人的策略就是先打你，打赢了再谈，这还怎么谈？我也想谈判，我也想要公平。可你指望通过谈判让洋人让步啊？指望他们良心大发？你做梦！清末，富可敌国的胡大先生，因为生死大战被洋人绞杀，这样血的教训还少吗？我们华商，无论在上海、在天津、在北平、在武汉，哪一个不是在夹缝里求生存呢？这样的日子，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？我承认，这次和四大轮船公司开战，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准备被动挨打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既然上了战场，就要刺刀见红。现在我们的票价降到了1块，这的确是我们的成本底线。硬要打下去，最终我们会赔多少？老实讲，我心里也没底儿。可是这仗必须要打呀，我们必须要把洋人赶出去。如果这次缩回去了，那我们就没有下次了，对吧？所以，我的目标不变。占领上海到宁波的航线和四大轮船公司血战到底。阿良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他的意思是说，这票价还得继续往下降。降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明天就降到99。各位股东有意见吗？阿良，这些道理我也都明白，可是我本钱小，年纪也大了，还要养活一家老小。这样斗下去，我吃不消，所以原谅我。哦，我已投到20万股本，性质不变，与大家共进退，输了赢了我都认了。但从现在起，我不再追加股本，我也不再追加了。阿良，有了车就不走路了，人会变懒的哦。陪我走走吧。想好了？一开始我就看好你，这人嘛，做生意啊，总是挣来挣去，也很容易站在钱眼里边拔不出来。
可你不同，你做生意啊，并没有把钱看得那么重，这是你的长处。可是有血性也容易冲动，而冲动嘛，就容易被人利用。有人说你打着与洋人作战的旗号，拿着大家的钱，公报私仇。我知道你与董之很有仇，姑且听之，无私才能无畏。你仔细想想，这前前后后，你有没有斗气？没有，你坦坦荡荡，一往直前；有，你可得仔细。这一斗气，你可就输了这第一招。大佬提醒得好，不过您放心，我会对股东们负责，不会拿生意斗钱。有把握赢，打败了怎么办？打败了，起码百姓坐船的价钱便宜，也算是我给后人留了教训。阿良，等等，我老了，没有什么能力。过去我看好你，现在我依然看好你。这是张50万元的支票，本来是我养老用的。现在啊，就算是我增加的股本吧。这钱现在能用上，真好，你拿着。燃料铺面、五金分号，加上水厂、电厂的股份，还有你在上海的房产，资产大概在350万左右。别左右，准确点。348万6千，如果抵押变成现钱，按照银行的折扣率，应该可以贷款230万。如果全部变卖兑现，应该是在270万。票价每降1毛，我们每天损失12000元，每多降1毛，我们的损失将是2倍的增长。这还不算员工的月饷、码头租金、船的折旧，以及五金燃料及其他行业的连锁反应。哎，算来算去的，你就直接告诉我，这么下去，龙记还能支撑多久？如果按照一天亏损5万来算的话，还能支撑50天左右。如果按照一天亏损10万来算，1个月之内，你肯定破产。这个钱吧，把我们剩余的所有财产全部变成现金。汉琛，多久没给娘寄钱了？每月50一直记着呢。明天给娘再寄2000。哟，2碗不够啊！梅雅，再要3碗去。够了，黄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见笑了。我这一路啊，又是坐骡车，又是坐火车，还坐船，就没好好吃过一顿饭，真饿。你别客气，吃饱。饱了。我说呢，这么些年都没消息，原来志霞姐去办农场了。你说我们家大小姐放着好好的大上海不待着，跑去当农民。是啊，自己种地，自己收，吃喝是不愁了，还弄了那么块地，养了那么多人，
哎呀，吕淑珍，你是叫吕淑珍吧？对，吕淑珍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现在是民国多少年了啊？你跟知霞当年那叫乱党，现在啊，要是回到上海，哎呦，那你们就应该叫革命元勋。革命元勋了。哎呦，革命元勋。那你们还躲什么呀？是啊，要是没地儿吃饭，就来园子里啊，天天听戏多好呀！到了饭点儿，不就多双筷子吗？吃呗。那黄老板，您看那个信上说那事儿，看了，借钱，知霞呀不是外人，差点当咱们嫂子。别瞎说，不能提借的事儿。我们跟知霞姐的交情啊，不是借钱的关系。梅雅，去拿5000块钱。不，5000怕是不够。以后不就是种地吗？5000块钱还不够啊？那你要多少？就是啊，多少钱呀？15万。15万啊！凤儿啊，不知道。黄老板，知霞让我来找您，请您一定得帮这个忙，要不然我们那个农场就真办不下去了。这忙啊，帮，咱一定得帮。你先坐下啊。咱家还有多少钱呢？上次不是借给嫂子10万吗？现在也就2万呢。哎呦，2万了就剩2万了。黄老板，这2万肯定是不够啊！只想让我来找你，你一定得想想办法。我走的时候答应了他，我就一定要把钱给他带回去。哎呦，你别哭，要不这些天呀，你就在戏园子里听听戏，我呀10天8天把钱给你凑齐了。10天8天？5天行吗？我1天也等不了了。1天都等不了了。我实话跟你们说吧，知霞的儿子被绑了，绑匪说5天之内就得拿钱去赎人，要不他们就撕票。哎呦！这么早就亲临码头了？你也早，下着雨还不歇？下刀子我也得来呀，我得看你改水盘啊，这错过了可就麻烦了。报上这天天吵得沸沸扬扬的，说是什么周汉良说要跟4大轮船公司血拼到底，还说什么说降价是给父老乡亲谋福利。那我得向你学习啊！啊，要降咱一块降，咱比着降。那周老板，你还真是赶紧的，这乡亲们一早就来等着呢，不知道买谁的票好。好，等着拿水杯。就算咱们俩一起为父老乡亲做点好事。
把咱们这挂上。我早就写好了。啊，各位，再慢一点啊，万一人周老板还要再改呢。周老板，你到底改不改啊？玩嘛，你想玩，我不陪你也没意思。看这，我看这个董志恒今天是有备而来，你可得三思啊！哎，这个可是董志恒对牌酒。周老板，你要是写7角，我就改6角。这反正棒上整天就那么点事儿啊，让记者跑来跑去的也够辛苦的。今天咱们就直接来个了断，好吧？别像上次似的啊，这水泡货竞标，就因为3000两银子，我把你给放过去了。但是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你到底改不改啊？这举着笔累不累啊？难得你今天像个男人。该你了。各位记者朋友们，今天你们是有的写了啊！标题我都给你们想好了，这是四明山轮船公司票价降至7角，大获全胜。赶紧交差去吧。这下你高兴了？你说怎么有人就把你算得那么准呢？啊，就知道你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这一激你，你肯定急；一急你就什么汤都让你什么套都让你你算，如果你这个票价定在7角，那一天你就是损失8万，10天80万，1个月就是240万。哎，算得还挺快啊！赶紧筹钱吧。啊，各位，今天就这样了啊！票价7角，这边请。董志恒说的没错，票价降到7角，我们一天就得赔8万左右。哟，来啦！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？该卖的我都卖了，明天能凑足120万。剩下的100万要抓紧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真撑到没钱那天，咱们这场商战还没打完怎么办？
能让我说句话吗？赔呗。我们每天赔8万，他们4家加起来远不止这个数。他们是比咱们有钱，可是他们负担还重呢。我就不相信他们会铁板一块。只要这4家有1家最后熬不住，那局面就结了。你们兄弟俩说了老半天了，别当没我这个人似的呀！好，周亮，你要说什么？怎么了？我找你有急事儿。你这也不像有急事的样。怎么不像有急事的呀？我找你借钱。你找我借钱？我现在恨不能管你借钱。龙记1分钱掰成8瓣花，现在都不够。对，你别给我添乱了。按照接着说。你们兄弟俩一进门说来说去，你得听我把话说完呀。我是那个没有眼力见的人吗？我是吗？是吗？我呀，遇见难事儿了。昨天晚上啊，我想来想去，我睡不着觉啊。一个偌大的上海滩，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大老板，我呢就会唱几出戏。出门找别人借钱，谁给我这面子呀？我不找你找谁呀？不是楚柳哥，这龙记都这样了，你借钱你干什么总得说清楚。插嘴，我这不是还没说完呢吗？插什么嘴啊？你说，出去。不是，这跟我哥说事儿呢。我跟你哥也有事儿，我们说哥得单聊。把门关上。楚柳，你到底什么事儿？我跟你说啊，前一阵子啊，嫂子把美雅约了过去，把我也叫了过去，说是有事儿商量，说是要买块地。买地干什么？他买地干什么用啊？哎呦，阿良哥，你别打断我呀，你让我把话说完呢。我说哪儿了？你说买地吗？哦，对，买地。嫂子啊，价格都谈好了，30万。嫂子数来数去，只有20万，还差10万，我能不借他吗？哎呦，我答应嫂子替她保密的，你可别回去问她，这样我没法做人。你能不能痛痛快快的说正事儿好吗？啊，他为什么要做生意啊？这事儿我可管不着。这样一来啊，我就没钱了。人家有急事儿找到我头上，管我借15万，你说我找谁去？我跟你说，阿亮哥，我可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人。人家借钱的人啊，说的也清楚，这钱啊不但要借，而且要快，这关系到几百人的身家性命啊！你可教我的，人不能不义气啊，生命攸关，我能不管吗？我能不借吗？楚柳，按理说啊，你管我借钱，只要你张嘴了，我不应该问那么多。可是我现在真有困难，15万我拿不出来。我知道你有难处，但我告诉你，阿亮哥，这钱你借也得借，不借也得借。你怎么了？你不是耍混的人呐！哎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最近干什么去了？是不是欠人赌债了？你阿亮哥，你越扯越远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跟你有关系。跟我有什么关啊？这是董志霞要借的。你最近这是怎么了？好像特别关心周汉良和4大轮船公司开战的事。这件事情是不是和你有关呢？有关如何呀？无关又如何？我觉得啊，还是无关的好。你看，你做了大成银行的老板，这金山银山你想要的，我不都帮你得到了吗？那可是10辈子100辈子咱们都吃不完花不完的。打什么商战呢？那不是吃饱了撑着，把钱往海里撒吗？我记得你说过，你不为别的，就为了钱。有了钱，就能过好日子。你看，你现在有我，有儿子，你多好啊！
听话啊，以后别再跟别人打打杀杀了。我还说过一句话，你忘了？不能光有钱，得让人瞧得起。男人活着就要有面子。你这么大一个银行的老板，谁会不给你面子啊？哦，对了，那个董志恒啊，你可别跟他走得太近。这老不死还活着的时候就说过，他是个典型的见利忘义的人。生意场上就是逢场作戏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。过去他利用我，现在我利用他，彼此。范先生，夫人，什么事儿啊？虎记的董老板来了，说要见范先生。找你的。快请进。是。董先生，请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两位了。董老板来的真是时候啊！哎呦，弟妹，你真是越来越漂亮。怎么样，这跟了范老板又焕发第二春了吧？什么第二春呢？董老板的意思是说我老了吧？那没，我是说啊，你怎么看她都像是范先生的妹妹啊，你们是有夫妻相的啊。你们聊吧。弟妹，生气了啊？董老板，坐吧。说这弟妹啊，我一来就跟我耷拉这个脸子，再怎么说，那我也是你们的媒人吧。当初要不是我把她带在这儿，她能过上这种日子，能认识范先生你吗？董老板，今天来不是翻旧账的吧？不是，我是来给你报喜的。还是你了解这周汉良啊？他人就是啊，你一叫好他就唱。今天我去码头了，我刚一逗他，他就把票价降到7角了。你没看他当时那架势，俩眼通红。我要是说叫1角，他就敢说不要钱了。哎呀，不就是跟着赔钱吗？不瞒你说啊，范先生，咱们以前也不是没赔过钱，但哪次也没这次赔的这么心甘情愿，赔的这么痛快。范先生，就按你说的，咱继续往下探。啊，我还真想知道，他周汉良到底有多少钱，他还能坚持多少天？光等着不行。有句话，压死一只骆驼，要病的是那最后一根稻草。等差不多了，这根稻草，咱们就得给它压上。哎，我都给你读2遍了，我还能骗你是怎么的？我是没想到志霞的日子过得这么苦。你干什么不早说呀？我这不是也刚知道吗？15万，董志霞输儿子的钱，你借不借吧？借不借吧？谁的儿子？董志霞的儿子被绑架了。你借不借？董志霞有儿子？我管不着，你借不借吧？借不借吧？人，快点！哥，怎么了哥？马上给你出了哥那15万。哥，马上给！什么这么回事？不就是借钱？我说的就是借钱。你这钱到底借给谁？我借的。废什么话呀？你哥的车就在下面等着我。出不了哥，你就跟我说实话。初六哥，你跟我说实话行不行？现在龙记的账是我管，我哥成天就知道管我要钱的，我到哪儿给他弄钱去？你这个好，一拿走就15万。我知道这钱肯定
并不是你做的。哟，说了出说了两个说了，真是。哦，这衣裳漂亮。你快去忙去吧。拜拜。哎呀，初六哥啊你就告诉我，这钱你到底要借给谁？大人的事儿啊，小孩别瞎问啊。哎呀，我都快40的人了，我什么小孩？你就是80，也是我弟弟，小男孩。你能不能正经点啊，初六哥？你柳哥不正经吗？你柳哥不正经吗？潮涌三江，送风远方。昨天歌声，请你珍藏。哪怕是一片红叶飘落他乡，也是我悄然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你在。